这就是香港警匪剧里经常提到的点38左轮手枪，现实里它也是香港阿 Sir 们的最佳拍档，可在很多人眼里，它威力小，换弹慢，几乎处处落后于现代警用手枪。可偏偏香港警队一用就是近1个世纪，直到近年才开始逐渐被替换。为什么在自动手枪早已普及的年代，这种过时的武器能服役至今？比起常见的9毫米弹药，点38特种弹又到底差在哪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让港警情有独钟的点38左轮手枪的前世今生。要搞清楚港警为什么用点38，得先回到100多年前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随着英国人的到来，香港进入殖民统治时期。在英国警务体系影响下，港警的配枪也顺理成章地沿用了英国本土的标准。最早，港警用过威力更大的韦伯利点455左轮，也接触过科尔特的早期警用左轮，但真正让点38扎下根的是上世纪30年代列装的点38口径的韦伯利 MK3、MK4。从那时起，点38左轮正式成了港警的标配。而把这个口径推向巅峰的是1986年全面列装的史密斯韦森 M10。这把枪的设计可以追溯到1899年，距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款枪诞生的时候，清朝还没灭亡。按理说，这样一把诞生于19世纪末的老古董，早该被淘汰了。可现实偏偏相反，它不仅没被换掉，反倒成了港警的主力配枪。像《无间道》PTU 这类香港警匪片里，阿 Sir 腰间那把带枪钢、左轮外露的手枪，基本都是史密斯威森 M10。说白了，港警选点38不是深思熟虑后的最佳选择，而是被历史一路推着走到今天，用着用着它就成了传统，也成了一种很难改变的习惯。很多人都很好奇，自动手枪早就普及几十年了，为什么香港警察偏偏一直死守着老式左轮不放？这个问题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，咱们慢慢拆解。第一，香港街头并不是战场。很多人聊警用武器，总爱拿战场枪战的标准来衡量，但这套逻辑放在城市警务里根本不适用。香港人口高度密集，警察处理的基本都是突发纠纷、治安事件，并不会频繁爆发激烈枪战。对绝大多数阿 Sir 来说，一辈子执勤，真正需要拔枪射击的机会少之又少。第二，左轮的超高可靠性。自动手枪结构复杂，滑套、供弹、抛壳、零件繁多，随便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容易卡壳故障，尤其人在紧张高压的状态下，操作失误更容易哑弹卡壳。但左轮不一样，操作极其简单，只需要扣扳机就行，打不响，再扣一下，弹槽自动转到下一颗，几乎不会出现卡壳故障。对于普通一线警员，稳定不出错才是第一刚需。第三，就是它的扳机设计。M10 左轮的双动扳机行程长，手感重，扳机拉力大约在10磅左右，需要刻意用力才能扣动。外人觉得这是缺点，但放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执法里，这就是天然的安全保险。扳机越重，越不容易意外走火，能最大程度减少不必要的伤亡。这把看着处处落后、老旧过时的点38，其实完美适配当年香港的城市治安环境。说了这么多，那港警一直用的点38就真的没有弱点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而且这个弱点在时代巨变面前，直接变成了关乎警员安危，甚至影响执法成败的短板。90年代开始，香港的犯罪迎来了一场颠覆性的恶化。以前街头冲突大多是刀棍类，可后来突然出现了大量有组织的犯罪团伙，他们直接拿着黑心手枪，甚至是 AK-47 自动步枪，带着充足的弹药，冲进银行、金铺抢东西。1992到1996这几年，大圈仔武装劫案、启德机场惊世劫案一件比一件严重，匪徒火力全开，子弹像雨点般倾泻。可一线警察手里依然是那把只有6发子弹的点38。这一刻，左轮的弱点被赤裸裸地撕开，再也无法遮掩。你想象一下那个场面，警员好不容易开了6枪，子弹瞬间打光，匪徒的 AK 还在不停地突突，榴弹擦着耳边嗖嗖飞过。这时候换弹，每一秒都像是在跟死神赛跑。在那种紧张环境下，这几秒钟的空档就能把警员逼到最被动的位置。更要命的是，当时港警的装备与训练根本应付不了这种级别的悍匪。接连发生的伤亡案例狠狠敲醒了整个港警，
光靠一把点38已经难以适应当时的治安防控需求，这也是香港警队下定决心引进格洛克17的最核心原因。那格洛克17到底强在哪？这把奥地利的制式手枪几乎就是为了弥补左轮所有缺点而生的。9毫米口径，17发大容量弹匣比左轮轻，更好携带，而且可靠性一点不输左轮。可以说，它几乎完美解决了点38左轮在火力、弹容量、换弹速度上的所有短板，同时又保持了警用枪最需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。从90年代末开始，格洛克17慢慢进入港警队伍，成为战术单位以及部分警员的配枪。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同样是手枪子弹，点38特种弹和9毫米帕弹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我们看一组很现实的数字，点38特种弹的弹头直径大概是 9.1 毫米，乍一看和9毫米帕拉贝鲁姆弹差不多，但本质上这是两款完全不同的弹药逻辑。9毫米帕拉贝鲁姆弹是德国人乔治·卢格在1902年为自动手枪专门设计的现代弹药，弹壳更短，锥度更小，装药量精确可控。它的枪口初速能达到370到400米每秒，动能充足。搭配现代空心弹技术，弹头命中目标后会迅速扩张，停止作用非常强。而点38特种弹早在1898年就已问世，设计理念完全是老旧思路。它的弹壳更长，弹装药量却很保守，枪口初速只有240到290米每秒，比9毫米弹低了近1/3。这一点点速度差，在实战里就是天壤之别。就在2024年，这把陪伴了阿 Sir 们近1个世纪的点38，终于走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终点。香港警队开始分阶段换装新一代半自动手枪 CF98A 和 CSLP5 等型号。从性能上看，新一代手枪最直观的变化是弹容量的大幅提升。15发弹匣对比只有6发的左轮，在连续应对复杂突发情况时，显然拥有更高的容错空间。而在人机功效上， CF98A 这类手枪相比欧美手枪偏后，握把角度更直的设计，在握把尺寸、弧度和扳机距离上都更贴合亚洲人手型，对手型较小的警员来说更容易稳定控枪，连续射击。从19世纪的韦伯利到20世纪的史密斯、威森以及格洛克，再到今天的新一代制式手枪，港警配枪的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治安环境与执法需求的变化。所以从现实角度看，点38的退场其实并没有悬念。讲到这里，相信不少人都会心生感慨，陪着香港警察近100年的点38就这么彻底退役，会不会有点遗憾？其实大可不必，枪械的使命是守护安全。当点38能够满足香港治安需求的时候，他坚守岗位是港警的最佳搭档。当时代变化，他无法再胜任使命的时候，退出历史舞台，让更先进的武器接过重任，这才是对他最好的致敬。当他真正退出街头的那一天，可能不会有仪式，也不会有告别，只是某一代警员发现自己再也不用他了，然后他就这样慢慢从日常中消失，只剩下那些发黄的旧照片和老港片还在提醒人们，他曾经存在过。